刘泽邦，快让你妹妹接受急救吧！你让她走，我跟邱医生当人质。你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救她，不是吗？ 上一秒，心跳已无法前进，有一些挣扎，怎么都还要继续。黑夜渐渐逼近，却不留痕迹，吞噬每个身影和每一寸回忆。 跟着去吧。她不会有事的。我妹怎么样了？你妹暂时没事，不过如果你要救她的话，马上投降。 为什么？如果我们接受你的条件，就等于认同你的恐怖行动，我们是不会向你妥协的。小静是无辜的，你们应该趁这个时候赶快帮她找肾脏，让她动手术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是不会接受你条件的，明白吗？我限你们在1个小时之内找到肾脏，然后帮小静动手术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引爆我身上的炸弹。如果你想要见她，马上投降。 你们以为我不敢？啊！反正我已经准备死在这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你不是恐怖分子，也不是杀人犯，你是求助无门，才会做这些事来引起注意。我们都听到你的心声，我们会救小静的。记得我说的话，保持你纯洁善良的心。 做了这么多，竟然帮不到妹妹，哥，对不起，哥，对不起你。林轩，先跑！要反哥们，冷静点！刚才真的很惊险，谢谢你愿意留下来陪我。我看你误会了，我留下来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泽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说要抓那个催泪魔人吗？为什么突然帮他？我了解他的意图之后，反而同情他。我一直认为伸张正义是不存在的，除非是有人去执行。就好像泽邦，在某个程度上，他为自己伸张正义，我觉得没有错啊。你这么热心想帮泽邦，是不是因为他们两兄妹的感情？其实我跟泽邦的背景是有点相似，很早就失去父母。我跟迪奥可以说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所以我可以理解泽邦很怕失去小静那种心情。不过我想，如果换成是你，不止炸掉1层楼吧？的确有这个可能，只可惜啊，到最后小静还是没有办法动手术。他们两兄妹虽然很值得同情，
不过我不能认同他的做法。如果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想法，不是世界大乱吗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乱象，人类的战斗史中啊，有哪一次不是用血泪换来的？只是我们比较幸运，国家没有动乱，要不然你就能见证人类的本事了。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, only light can.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, only love can. 是马丁·路德·金，所以呢，不要对人性那么悲观了。这句很棒哎，可以放进我小说里。对了，泽邦怎么会去参考你的小说情节呢？可能是迪瑶介绍他看我的小说吧。那结局如何呢？最后疑犯还是留一手，打算跟敌人同归于尽。如果泽班完全依照我的小说情节去做，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放过陈百胜。他已经被逮捕了，还能做什么？他早就计划好了，肯定还是留一手，至少多放一枚炸弹在某个地方。他刚才看起来很绝望，不像是有留一手啊。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不能忽视。雪清啊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回去医院告诉他们，随时准备帮小静动手术。为什么？只要我们答应泽班的要求，他就会说出炸弹的位置。我马上通知他们。你总共进行了3次袭击行动，除了笛声的交流会，其他的目标都是跟移植手术有关的人。我猜第4枚炸弹，你原本是要放在王氏集团那里的，可惜当时你身份已经被暴露，没时间放，所以我们才找不到的，对吧？你最后一个计划就是要挟医院，叫他们帮你妹妹动手术。所以啊，我很肯定你没有留下最后一手。你不信的话，就等着这枚炸弹爆炸吧。你刚才在医院情绪失控，是因为你知道你帮不了你妹妹，那是假不了的。我很肯定你现在是在故弄玄虚，对吧？我猜应该是笛声跟你说，我还留了最后一手，是吗？这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只跟笛声谈。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些人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喜欢跟那个写小说的说话？啊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我说实话。老大，有东西给你看。现在网上疯传这则谣言，说疑犯把炸弹放在某个地方，如果3个小时之内不帮刘小静动手术的话，就要引爆炸弹。找到消息的来源吗？还没有。不过有一些支持刘哲邦的网页要我们帮刘小静找肾脏。这些人不应该知道这件事的，一定有人从内部把消息传出去，暗中要帮刘哲邦。难道有内鬼？有好消息，雪清他通知我，有志愿者要捐肾脏给小静，而且医生已经确定这个肾脏呢是适合小静的。这些志愿者肯定是从网上得到消息才会捐肾脏。不管怎么样，先答应哲邦的条件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出炸弹的位置。不行，我很肯定我们已经找到全部炸弹了，就连跟手术案件无关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。我就不相信他这么厉害，还留下最后一手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有多少把握可以肯定他不会留最后一手？总之，可能性很高。老大，我觉得50-50喽。我提醒你，你现在是用公众的安全来做赌注，万一造成伤害，这个责任也负不起。负责的人是我，不是你，你不要管这么多，知道吗？老大，我觉得好像搏不过嘞，我们不要这么冒险好不好？
喂，是。Yes 啊，知道怎么做了。通知医院，让刘晓静动手术。小芳，小静要进去动手术了，不过她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你不要担心。对不起啊，哥做出了这样的事，让你失望了。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，就是有个很疼我的哥哥。以后你一定要学会照顾你自己，你不能再靠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一样，不要一直闷着不说话，会口臭的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约定？记得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就算失去对方，都要坚强的活下去。小静，要进去打仗了。哥，答应我，不管手术的结果怎么样，你都要说出炸弹的位置，好吗？炸弹在哪里？我只跟迪生说。Sir，什么情况？红甩已经在里面进行搜查了。是不是找到了？原来刘哲邦真的留了一份大礼给我们，要不是狄生发现的早，我们就变成烤肉了。Sir，麻烦你进来看一下。Sir，这是一枚假炸弹，里面根本没有引爆装置。混蛋，竟然骗我们！CID 的脸被他丢大了。有。这就是上次我跟你们提过的张敬璇律师，那他将会义务作为责方的代表律师。张律师，谢谢你愿意帮哥哥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哥减轻罪行的。谢谢你们。你这个大忙人，今天终于有时间陪我喝下午茶了。最近接了几宗案子，所以比较忙。什么最近？你本来就是大忙人好吗？不过还好，最近运气蛮好的，竟然让我重新遇到你。就这样子，帮泽邦找到了一个好律师，谢谢你了。You're welcome。不过，我怀疑我的当事人和你有不寻常的关系。刚才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看得出来他非常关心你，还要我帮忙传话向你道歉。没有啦，我们只是朋友啦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啊？交男朋友对我来讲啊，
太遥远喽。为什么？我哥是个控制狂啊，什么都要管。说是说保护我啦，可是却过了头。我身边所有的异性朋友啊，都给他吓跑路。可是这样很好啊，那证明他非常关心你。我就希望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男生。我哥的脾气真的有点古怪啦，之前跟他交往过的女生，到最后都受不了他。要不然我早介绍你们认识了。不过，我怀疑我哥好像有点喜欢上雪清了。那位心理医生？嗯。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哥是他的救命恩人嘞。他的人怎么样？你好像对他很好奇哦。没有啦，我最近有一宗案子需要心理专家的意见，所以想请教这方面的专才啊。哦，那我帮你联络看看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巴克托，什么情况？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半年之前。那死因是什么？刀刺入心脏而死，可是身上还有多处其他伤痕，相信是生前受过暴力对待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会回去好好和他深入沟通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叫他顺便告诉我们凶手是谁啊？那你们岂不是要转行了？死者的身份是什么？死者叫谢安妮，今年20岁，在社交网上找到一些她的照片，嗜好还挺特别的。他在生前喜欢玩 cosplay， 喜欢扮演吸血鬼。凶手在他的心脏插了一刀，会不会把自己想象成僵尸猎人呢？刘泽邦的案子还留下首尾是吗？我们怀疑刘泽邦是有同谋的，不过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单独行动，没办法问出线索。其实那个嫌疑最大的应该是在录影里讲话的神秘人吧？那肯定是他了。这个神秘人是个骇客高手。怎么说？我们在追查这段录影片段的来源时，结果发现了，当时在现场所有人的手机都转发过这一段录影片段，搞到每个人都有嫌疑，就连我的手机都中招了。你确实是有嫌疑啊！你是最了解案子的人，性格又这么嫉恶如仇，说不定你暗中帮刘泽邦，然后又假装抓神秘人。越是最不可能的人，嫌疑却最大。还好那个人不是我，要不然你就完蛋了。杀的第一个肯定是你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打扫房间，你睡你的，不必理我。哎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。幸福的日子真的很短暂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在这几天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一点都没想念你。这么不想看到我？因为没人在我假期的时候破坏我的自然醒啊。睡太多，这头脑会变笨的。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啊，太聪明的话很难跟你沟通的。这没大没小，整天跟我顶嘴。好啦好啦，我的确很想念你炒的米粉。这几天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只是医院发生了炸弹事件。又有炸弹事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不过还好有笛声在，整件事才能圆满解决。就是那个家伙。我陪你玩玩吧。
还是比我慢1秒，可是这1秒就能决定你的生死。也还是老样子啊。以前你说过想要当小说家，我以为你说着玩的，没想到你真的成功了。我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开始写的，没想到我的小说这么受欢迎。其实你的每一本小说，我都有买了看过。是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写法跟一般的悬疑小说不太一样，很有你的个人风格。是哦，而且字里行间里隐藏着你的人生哲理，蛮亲切的。那你喜欢哪个故事呢？狼的哭泣。好。兄妹2人被狼抚养长大，后来失散了。哥哥为了去找妹妹，面对众多的仇敌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后来终于把妹妹给救了，蛮有意思的。老实说，我也喜欢这个故事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他每次以炸弹作为武器，而且把它们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。我想刘泽邦或多或少受到你这个故事的提醒吧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哦。他们跟你的背景这么像，你应该会很同情他们吧？没错，我是很同情他们。可是你想说什么？警方怀疑有人协助刘泽邦进行这一系列的计划，原因有2个：一是揭露陈百胜的罪行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；二是帮助小静找到合适的肾脏，进行手术移植。哦，其实没有人可以肯定哎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？我觉得这个神秘人的所作所为，很像你的风格，像你的小说一样带着你的影子。看来你还是没有变，还是暗影中的正义使者。我其中一个小说就叫做《暗影中的正义》，你当小说看看就好啊，别当真。好了，我是先走了，有空再聊。狄山，真相是不会永远被埋葬的，我会查出神秘人的身份。没问题。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救小静。好了，不要反抗了。他早都计划好了，肯定还是留一手，至少多放1枚炸弹在某个地方。我刚才看他还蛮绝望的，不像是有留意什么。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不能无视。来，雪清啊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回去医院告诉他们，随时准备帮小静动手术。为什么？只要我们答应泽邦的要求，他就会说出炸弹的位置。他们说的炸弹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用担心，那枚炸弹我已经帮你放好了，警方会找到的。谢谢你帮我救小静。暗影中的正义使者，你秀。开一个。4个月前，我开始追踪谢安妮的失踪案，怎么知道她已经被人杀死了？所以我想来跟她的家人了解情况。他既然都被杀了，这桩案件应该结束，还有什么好了解的？那你们看看这个，李爱琴，21岁，2
2个星期前也失踪了。他跟谢安妮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都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。在李爱琴之前，还有一个叫 Tina Low 的女学生也失踪了。你怀疑他们的失踪都是有关联的，是不是？虽然他们3个都没有直接的连带关系，不过很巧的是，他们3个都是在同一间大学上课，所以这很可能是一宗连环失踪案。对了，谢安妮是怎么死的？他在死之前被性虐待，还被打断1条腿，凶手最后用刀刺中他的心上。刺中心脏。谢安妮生前喜欢玩 cosplay， 喜欢把自己扮演成吸血女鬼。凶手可能把她当成吸血女鬼一样杀掉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10年前我逮捕过一个罪犯，他之前也喜欢玩这种角色扮演。天瑞，告诉我，你现在看到什么？我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为什么不进去呢？我不想进去。里面有你一直解不开的心结。别怕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别怕，告诉我房里有谁。天瑞，你听不听老师的话啊？那个小男孩是我，12岁的我。那个女人是我的补习老师。现在开始倒数，数到1，马上回来。3、2、1。没事了。嗨，我想见邱医生。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好，稍等一下。谢谢。不知道你有这段经历，应该早点告诉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永远都忘了这件事。如果你刻意去遗忘那件事，就好像把灰尘扫到桌下，并不代表那个地方是干净的。就是因为这件事，我才变成现在这样子的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你对成年女生有惧意，认为自己掌握不了她们，所以转而对未成年少女产生遐想。我以为我已经好了，可以控制住自己了，可没想到最近，邱医生，我真的很怕，我怕我变成以前的样子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那时候我看着你不断的跟心里的邪念战斗，结果打赢了。如果那时候你可以，现在也可以的。那时是你一直在帮我，我才能战胜心里的邪念。今天你告诉我一个秘密，我也说一个秘密给你听吧。其实你在监狱里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，全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才会好起来的。真的是靠我自己了。
明明是你在帮我。我只是个实习生，哪有能力帮你啊？我只是给你一个目标，鼓励你往前冲，而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。真的是靠我自己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跟自己的战斗，也唯有你能战胜自己。只是当你跌倒的时候，我会扶你一把，让你坚持下去。总之，我对你有信心。OK？ 好，谢谢你，邱医生。郑先生，下个礼拜3点见。张小姐，轮到你了。你是吸血鬼！你是吸血鬼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不要害怕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这个郑天瑞根本是个变态，他在20岁的时候跟一个未成年少女发生了性关系，还把她禁锢3天，最后用刀刺向她的心脏，将她杀了。哇，真的很变态，而且女死者的死因跟之前的死者都是一样的。哎，郑天瑞会不会重出江湖了？我记得我逮捕他的那一天，他穿得很奇怪。就像电影情节里的那种人物造型，那个被杀的女生就打扮成女吸血鬼的样子。郑天瑞说自己是自卫杀人，不是谋杀。哼，怎么可能啊？当时他手上是拿着武器的，那个女生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他坚持自己杀的不是人，是吸血鬼。哼，最后被证实患上精神病，被判了误杀罪，坐牢9年。他为什么会想象自己是吸血鬼猎人呢？他喜欢看漫画，把自己带入猎人的角色里面。总之是一种妄想症，这种精神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，这也难保他不会旧病复发，再度杀人。他在1年前因为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，所以被假释出狱，不过还要继续看心理医生。哎，他的心理医生是 Dr. Snow 哎。我是吸血鬼猎人，我要杀光所有的吸血鬼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跟自己的战斗，也唯有你能战胜自己。只是当你跌倒的时候，我会扶你一把，让你坚持下去。总之，
我对你有信心。OK？ 我不可以被自己打败，我一定要战胜心里的邪念，不可以让邱医生失望，不可以。嗨，嗨，请坐。谢谢。我说，你这种怪癖会不会造成不方便啊？你说我不喜欢灰色是怪癖吗？你觉得不是吗？不会啊，有一些人不喜欢吃虫，不喜欢蛇。我甚至有一个朋友不喜欢圣诞老人，我只不过是不喜欢某种颜色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想知道，你讨厌灰色的程度有多严重啊？比如说我穿灰色的衣服，你会不会不跟我讲话呢？不会啊，我只会少一点看你，少一点话题，然后早一点跟你说拜拜。哼，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原因呢？是不是我说了，你以后不会再烦我看你的小说啊？算了，我还是比较希望你看我的小说。我都没有答应你。哎，人心险恶啊，不值得信任。哼。其实你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？我小时候的志愿，我想了解你为什么对人性这么悲观，所以要从小时候开始了解。我那时候的志愿是想当一个 superhero， 行侠仗义，拯救世界。看来你小时候比较有志气哦。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呢？写小说是我的兴趣。哎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们现在社会啊，到处发生不公平的事，我们真的需要锄强扶弱啊。你最讨厌那些 superhero 了？为什么？他们每次杀了那些反派，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啊。不是要不要给他们机会，是他们不要改过自新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呢？给他们一个痛快啊！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心里住着一头恶魔，它时常蠢蠢欲动，它总有一天会跑出来的。没错，我每一天都在跟我内心的恶魔交战。如果我输了，就会变成真正的恶魔。好，吃饱了，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，OK？ 去哪里啊？吃了再说。好。来，坐吧。我觉得有必要让你跟自己的内心谈话，找出你为什么这么悲观的理由。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不过身为一个创作者呢，我觉得我应该勇于尝试一下。可能被你催眠之后呢，我会有更多的灵感。信任我吗？来吧。现在我跟你一起踏上这个旅程，沿途的景色让你放松，你现在感到轻松愉快。我要你放下所有的烦恼和负担，什么都不用想。随着沿途景色的倒退，我们一起回到那遥远的记忆。小时候，我常带小姚来这里玩，这是我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刻。那你父母呢？我爸因为财务的问题导致破产，当时他为了讨债抛弃了我们，我妈只好撑起了整个家。你母亲现在在哪里？在我15岁的时候，她被人杀了。
我带你去看。那是我们以前的旧家。我们已经来到事发当天，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那天，我跟我妈起了争执，一气之下，我就离开家里。然后呢？我去了一个公园，我在那待了一阵子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为什么这么乱？因为凶手已经在家里了，现在应该在厨房，正要杀我妈。不要杀我！救命啊！不要救命！快去看！不要杀我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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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没事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吓到你。没关系，我遇过比你更激动的病人。是吗？嗯。我觉得我今天很丢脸，居然让你看到我失态的样子。人在催眠状态里，都会把平时压抑着的情绪释放出来，那是最真实的你。你该不会是说我的内心很丑陋吧？那不是。后来你妈妈的事怎么样？警方断定当时凶手破门行窃，因为我妈反抗，才会被刺死。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凶手。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，让你怀疑人性，对吗？那件事之后啊，我常常想，人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为了利益就可以杀害一个陌生人，而且我妈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，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场？就因为这样，你认为人心是邪恶的？只要剥开文明的外壳，其实人的内心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啊。每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往往都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，不是吗？你放不下的仇恨在你心里滋长，渐渐地成为负面的能量。你要和他好好谈谈，把他赶出去，才能改变你偏执的想法。不对，这不是偏执，这是事实。我一定会改变你这个想法。你要怎么改变事实呢？改变你错认事实的想法。好，那就看看到最后谁会认清事实啊！我会彻底打败你。不过我跟你说，我打赌从来没有输过哦。再看看吧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亲爱的你归西，我已不认识你，站在面前却疏离，遥不可及。眼睛嘴巴是你，声音动作也像你，可惜心却换了心，隐藏得很用力。生活像一个监狱，关系像一种苦刑。最初那些美丽，怎么变得面目狰狞？两个伤了爱情的罪犯，毁掉对方疼爱自己的模样。谁绑架谁的梦想，谁偷走谁的喜欢？这荒唐竞技场，爱逃到多远的地方？伤了爱情的罪犯，烧掉对方幸福快乐的天堂。
放肆应该怎么放过团友？